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英国留学将近1年的时间遇到的各种鸟事。讲一下出国留学跟在国外生活的一些好处跟坏处，还有在这边遇到的一些文化冲击哦。先来讲文化冲击的部分好了。首先第一个让我很讶异的就是我在英国这边快要1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半只蟑螂，就是在台湾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在英国就完全消失了。然后在英国的马路上呢，就是你3不5时都会看到狐狸，就是你在马路上看到会想要拿宝可梦球砸它哦。然后这些狐狸也都不怕生，他们就是已经很熟悉这种都市的生活了。首先来讲一下第一个我觉得冲击很大的，就是在这个社交上面呢，我觉得欧美的学生非常的 assertive， 就是第一次认识就会非常积极进取的跟你讲话。但是通常亚裔的学生就是会比较 reserve， 比较内向一点，然后通常在第一次见到不认识的人的时候都不会讲太多东西，所以你就会发现2个极端，就是亚裔的学生通常都不太讲话，然后欧美学生就是很聒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到大概1个月过后，我就发现不对劲。我如果一直都保持温良恭俭让的让他们讲，我就永远都讲不到话了。所以在1-2个月过后，我就开始慢慢调试我说话的方式，就是你该插进去的时候就是要插进去，不然他们就是不会让你插，他们就是可以在那边讲个1个小时，然后你什么话都讲不到，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是没礼貌，就是把你忽略在一旁，他们不会这么认为，他们就觉得哦，你可能就是没有话要讲。所以亚洲学生如果要讲话，就是不能好像你很礼貌，你先让人家把话讲完，没有这回事，就是要抢话讲。然后来了快1年，我就发现这个英国人真的非常难相处哦，就是不管是在聊天上面，他们都会尽可能的跟你保持一个很礼貌的距离。相比之下，如果你越往北走，就是比如说你到那个苏格兰或是到爱尔兰，我认识的苏格兰、爱尔兰同学都非常的友善。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会这样，不是都是大英帝国吗？他们就跟我说，因为这个历史因素，英格兰本身是帝国的中心，那它的周围就是苏格兰、爱尔兰、是威尔士这些边缘区域都是曾经被英格兰殖民过的。就简单点就是英格兰人是殖民者啦，那其他人都是这个被压迫者，所以被压迫者就是知道被压迫的感觉，所以他们就是比较和善。相反的，英格兰人，你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一种优越感。You're saying it wrong. It's Leviosa, not Leviosa. 还有另外一个让我感觉非常冲击的，就是在这边跟欧美学生聊天的那个话题啊，通常都是作为这个亚洲学生的我不知道怎么加入的。比如说他们常常会聊这个抽大麻的经验，或是在哪里买价格比较便宜，然后你在台湾根本就不会有这个经验啊，那一直到来欧洲之后才终于有这个经验，然后才终于可以跟大家聊。还有另外一个话题是，欧美学生常常会聊自己去各国旅游的经验，比如说光是今年这个硕士1年的时间，我都是待在伦敦读书念书。但是我一个美国同学同样跟我读同一个学位，就是1年的硕士，他已经到7-8个国家旅游了。就是欧美的学生一到假期的时间，他们就不会待在原地，他们就是一定要到其他国家出去玩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自己在社会系的课堂上，有一堂课就讲到这个各国的基础建设发展的不平衡，比如说非洲各国的这个航线航班的设计啊，很多都是为了欧美国家设计的，就是方便他们来旅游来出差。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下面一整排的学生就是很踊跃的举手发言说啊，对，我到非洲旅游的时候，然后就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整堂课我完全没有机会发言，因为我就是完全没有到非洲旅游过的人。在这边你就可以真的感觉到这种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啊，就那些欧美国家的学生都已经玩遍世界各国了，那你一个亚裔的学生，你这个人生第一次到国外留学，你根本就没有那些经验跟人家比拼。还有一件事也是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就是这边的人的社交方式啊，比如说在台湾的时候，通常跟朋友见面，我们的社交方式可能就是出去吃个饭。但是在英国，你如果要跟朋友见面，或是第一次见面，你说出去吃个饭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大家通常就是出去喝一杯而已。那吃饭通常都是要到很熟的朋友才会一起吃饭，但是在台湾是反过来，恰好是我如果想要跟你熟的话，我就请你吃个饭。就在台湾很少人会说，我们下次见个面出去喝一杯50兰，这是非常奇怪，没有人见面去约喝50兰的。但是在英国这边就是相反哦。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在人类学的课堂上面有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英国人的饮食文化会是这样。有一位人类学家叫 Mary Douglas，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研究这个问题。那他的理论是说，因为英国人是靠食物的冷热来分这个亲疏远近。也就是说，英国人每天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同时也是在维系某一种社会群体的分界。比如说，你如果是跟我比较熟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吃热的食物。
那你如果是不熟的人，我们就只是去酒吧，就是喝一杯，这个是冷的东西嘛。那你如果是介于不熟跟快要变熟的那些朋友，通常你可能就会被邀请去 party。那在派对里面呢，就是会有冷的、热的食物，所以它就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因为你不会完全坐下来吃，你就是站着，然后你就是捞buffet，所以你还是像是朋友一样，就是比较冷的、比较远的。但同时你又吃到一些比较热的食物，就是所以你又比较像熟人一样。所以每天吃东西的时候，也是在刻意的维系那一个社会群体的分界啊，就谁是我的朋友，谁是跟我比较熟的朋友，那谁是我最熟的人，这些都是在每天吃东西的时候，透过那个冷热的分界一直去复制出来的。那既然讲到食物了，那接下来就要讲食物带给我的这个文化震撼。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边的所有的连锁店啊，你在台湾找得到的那种连锁店，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还是什么饮料店，都非常的难吃。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哦，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台湾的肯德基跟麦当劳，实在是好吃太多了。然后因为在这边的外食大家都知道，就是又贵，然后又不好吃，所以一般的欧美学生都是自己在家里煮。那这就造就了这些欧美学生，他们在就是20岁的时候就已经练就了一身拿手绝活，就是非常会煮菜。然后你会非常惊叹，就他们对调味品的那些知识，他们去超市的时候都知道要怎么挑才能挑到那个最好的那个食谱。因为在台湾，这个大多数人都非常仰赖外食，可能女生比较多会煮菜，但是在欧洲，这个所有的男生在20岁的时候就都有煮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还蛮值得学习的。然后我也是来到欧洲这边之后才开始学这个怎么做菜，怎么自己煮饭。然后因为我比较懒，所以我就是买一个电锅，然后所有东西都丢到里面，然后半个小时它就会自动煮好了。然后因为这边的欧洲学生都会自己煮饭，所以你如果在欧洲留学啊，你就多认识一点欧洲朋友，那你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国不同的料理。比如像我就有一个意大利的朋友，就是常常煮饭给我吃，然后就可以吃到各种真正道地的意大利食物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比如说这个是意大利的 risotto， 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炖饭。然后有一次换我做就是台湾的料理给欧洲学生吃的时候，然后那时我就是煮虾仁炒饭。然后煮虾仁炒饭的时候，我就加了沙茶酱。欧洲学生吃完之后就是赞不绝口，就他们真的没有吃过这么特别的酱。然后我就再拿2罐沙茶酱出来，一人各1罐沙茶酱。结果这个他们饭吃完了，然后整罐沙茶酱也都配完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那个不是这样吃的，我们通常只会加一点点。所以这个是牛头牌是这个台湾之光哦。然后吃完炒饭之后，然后我就上这个水果嘛，然后就上这个草莓加这个炼乳。然后他们也是觉得非常意外，怎么会有人吃草莓是加炼乳的？在欧洲真没有人这样吃的，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吃草莓加炼乳。然后结果他们吃一次也是这个赞不绝口，好像发现了人生的新道路。然后最后一个很有趣的是，就是他们想要听就是台湾的音乐是什么，然后我就放了几个最知名的台湾歌手。结果有一个人的歌是我放给各个欧美学生听，他们都觉得非常好听的。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一个艺人？好，答案就是这个调，这个调。那接下来讲一下在国外留学、国外生活的优点好了。我目前感觉到非常好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啊，这边的学界，我觉得真的是走得非常前面哦。就是比如说我在台湾学的东西，对这边的人来说，大概都已经是20年前的潮流了。比如说在台湾，我学的社会科学的这些课程都是非常古典的，比如说家庭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变迁，这些大概都是20年前美国人设计出来的典范。但是我来到这边之后，你就会发现选课的时候，你完全不会看到这些东西。这边的开课方式都是教授就是教自己的专业主题，那他们的专业通常都会跟当代的社会议题相关，像是气候变迁、种族问题、新自由主义、气成长、解殖民，这些都是西方学界目前很当红的议题。但是在台湾，你就比较少看到有人在谈这些东西哦。所以我觉得论创新的话，欧美学术界的确都还是领头羊的地位。所以如果你是热爱读书、热爱求知的人，那到欧美留学会是很棒的一个体验。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发现啊，这边的学生，欧美的学生，他们在读书上面其实没有台湾的学生那么用功。通常台湾的学生可能会把教授这一周开的书单全部都读完，就指定阅读都读完，教授就会认为这是最好的学生，那你就会得到这个最好的成绩。但是在这边呢，比如说像我都是把课程的 reading 都读完的，
然后在期末报告的时候，我就引用了整个学期快20-30篇的这个文献，然后我就预期我应该会拿到这个最高分 distinction， 但结果没有，反而是我另外一个同学，他期末报告没有引用几篇论文，然后他读的书也没有我多，但是他的期末报告里面就会提到一些自己的田野的经验或是访谈的经验，以此来挑战某一个理论。那所以你就算没有引用很多东西，他得到的分数反而比较高。所以我觉得欧美的学生厉害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勤劳的读很多书，但是他们知道怎么把他们的那个问题 frame 得很有深度，就把他们想要讲的东西架构成一个好像很有深度的问题一样。所以就算他们没有读很多书，你也会觉得他们好像抓中了某个要领，但你如果跟他们去细究某一些理论，他们其实是讲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欧美学生厉害之处是在这边，那也是值得这个亚洲学生学习的地方。亚洲学生可能读了20本书，但是提炼不出什么非常厉害的问题，但是这个欧美学生可能读了40页，他就可以问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两边最大的差异哦。那第二点，我认为在这边留学的好处是啊，不管你读什么科系啊，就是一般的人都不会有所谓学以致用的观念。他们认为你要读什么，跟你未来要做什么工作，本来就不需要有任何关联。因为在英国，其实大多数人没有读大学的，人们并不崇尚每个人都一定要读大学这件事情。比如说英国人在这边问我说你做什么的，那我说哦我在这边读人类学。他们听到的反应啊，就如果是在台湾，亲戚朋友都会说，那你以后出来不怕找不到工作吗？但是在英国这边，我讲我读人类学，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说 ，Do you enjoy it? How are you finding it? 大家不会去评断你这个学科本身如何，大家是在意说你选了这个学科，那你自己现在喜欢吗？没有人会去管你这个未来要做什么工作，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简单讲就是大家不会有一套单一的价值排序，所以来到这边之后，你就会觉得英国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社会，就没有一套单一的大家都要遵守的那个价值排序，那个价值是非常多元的，会非常尊重这个多元发展。比如说像在台湾，那个主导台湾的经济产业是这个科技业嘛，所以你就是要读理工科，大家才会觉得你是一个有未来的人。但是在英国这边，比如说主导英国经济的是这个金融业或是房地产业，但英国人并不会因为你读商学院或是经济系就觉得你比较高人一等，也不会因为我读人类学就觉得我是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的人。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欧美社会很有趣、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是所谓的酒吧文化。比如说有一次我参加完一个种族议题的讲座，然后那个讲者就邀请在座的所有人去附近的酒吧喝一杯，然后下面的人大家都是不认识的哦，然后就开始喝酒，然后就开始聊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活动啊，然后在这种场合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很多卧虎藏龙的人就是躲在这个人群里面。这个人可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然后光是这3-4个小时的喝酒聊天的过程，你就会认识很多新的人，这些新的人又会帮你牵线去认识其他跟你的研究相关的人，所以你就会在当地慢慢形成一个 network。然后在这个网络里面的人，就是3不5时周末就会约出来喝一杯，然后在喝一杯的时候分享自己近期研究的心得，然后这些心得又会彼此启发对方。所以我觉得西方的学界、业界之所以可以这么创新活络，其实透过这种你日常看不见的隐形的网络。然后通常都是你在书上不会读到的，因为你在读书的时候，那个作者不会跟你说，哦，我的这个理论其实是我去年在酒吧喝酒的时候被我朋友的一个观点启发的，没有人会这样讲。但其实很多的 idea 是在酒吧里聊天的时候蹦出来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欧美的酒吧文化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啊。最后来讲一下欧洲社会让我很讨厌的地方哦。好，第一个就是这边的治安真的是不太好，治安很差哦。比如说我刚到伦敦的第2周，手机就被抢了。那在英国这边有那种帮派，他们就是专门抢手机，因为他们知道当地的警察不会管这种小 case， 所以他们就是专门抢观光客还有留学生的手机。所以大家如果要来欧洲留学的话，请千万要照顾好你自己的手机哦。那不止手机哦，脚踏车也有非常高的几率会被偷。所以像比如说我跟同学出去玩的时候，然后他们把这个脚踏车停在路边，都会很担心他们会不会玩完之后，然后脚踏车就被偷了。或是走在路上，我常常看到那个车子的玻璃是被砸破的。然后因为这实在太猖獗了，所以很多驾驶会直接在他们的车上贴说，请不要来砸我的车，因为车子里面真的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所以这是当地人预防犯罪的一个方法啊。那第二个让我非常不适应、不习惯的是这边的 homeless 的问题，
就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想要处理流浪汉的问题，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哦，在每个车站你都可以看到2-3个以上的流浪汉。然后这些流浪汉他也不是说他不想工作什么的，很多都是因为他们可能刚成年，然后家里可能发生一些变故，所以他们都是很年轻，可能20几岁的人，然后就在路边乞讨。这种事情你很少会在台湾看到，但是在英国这边是非常普遍、非常猖獗的。所以你走在路上3不5时就会有人跟你乞讨，或是在捷运里面。然后当地人也都没有这个集体意识要去处理这个问题，这边只有一些小型的基金会、社工去协助他们，那这些也都没有办法真的处理根源的问题啊，因为根源的问题是英国的房价太高了，所以你只要一失业你就付不起房租，所以你就很自然的变流浪汉。所以台湾的房地产资本主义如果继续蓬勃发展下去的话，未来20年可能就会像英国这样，到处都是 homeless。最后一个呢，也是最常见的问题啊，其实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在学术界有 academic racism。你去看欧美学界的师资，在这个种族的分配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占最大的比例。那我曾经跟一个白人教授谈这个问题，他也偷偷跟我说，在应征的时候啊，他们会把有色人种放到 waiting list 里面，就是做一种政治正确的宣称。但是最后录取的人通常都不会是那些有色人种，除非是像是在美国，他们是有这个明文规定的，黑人是要占一定比例的师资，但是这个只有黑人适用，这个亚裔是不适用的，所以你一个亚洲人并没有被政治正确给保护到哦。那这个是在学术界里面你会遇到的种族不平等，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未来想不想要走学术？但是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有时候这不是你自由意志可以决定的，而是西方的学术界要不要收你的这件事情。那还有另外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上的种族歧视，比如说亚洲人讲英文会有一定的腔调，比如说你的英文会有中文腔，或是你的英文会有印度腔，那这些腔调啊，在欧洲人听起来都会让他们感觉到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阻碍。那欧美的人在听你讲英文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到这一点。然后我近期在考虑要不要成立一个英文发音的 YouTube 频道，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那最后还有一种是交友上的种族歧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这个交友软体上面遇到一个配对成功的，结果竟然传了一个讯息跟我说，哦天哪，为什么我每次都配对到 Chinese people， 然后就把我解除配对了。嗨呀！那前几年 Tinder 还有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数据，他们说在欧美国家用交友软体啊，亚裔的男性是最难配对成功的，就他们是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啦。所以你看，在语言上、在学术工作上、在交友上，你都有可能遇到种族歧视。那这个几乎已经是欧美日常了。那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几年美国的 BLM 运动会闹得这么凶，因为太多人都受苦于此了。所以总结来说，我会认为啊，如果是单就生活的话，台湾是比欧美国家好非常多的。你不会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然后你不需要餐餐都自己煮，你可以想吃什么外食就吃什么外食。然后在台湾你也会有比较稳定的交友圈，因为像在欧洲，我这一年硕士认识的朋友，他们可能毕业之后就回自己的国家，或是到其他地方工作。这一年认识的人脉，可能在毕业之后就鸟兽散了。但是你如果是就是固定在一个国家，你如果就是在台湾的话，那台湾人也不会就到处跑来跑去的，但是欧洲人会到处跑来跑去，因为欧盟的签证就是让欧洲人可以在各个欧洲国家工作，所以他们是非常习惯搬来搬去的。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在生活上台湾有很多优于欧美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在学术还有在那个思想上面的创新激发，欧美国家还是非常前面的，这个是不容否认的。所以如果未来要走学界的话，可能还是不得不待在欧美国家。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超级歪的留学生活第1集。那如果大家想继续看到第2集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就是大家想听的主题。那如果这支影片点阅率破10万，我就马上做第2集，跟大家分享更多超级歪的留学生活。